他一开始电话在接，难道你的主机没有放乖乖吗？我那时候还不懂这个为什么放乖乖，就是你看，等我们后面的灯突然亮起来，但是我啥都没做。哎呦，灯又暗了，灯又闪了。今天这里太可怕。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整。等一下，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月份吗？现在什么月份？7月。对，哦，农历7月。对，那是不是应该讲一些特别的？特别的，要讲一些工厂鬼故事吗？对呀，是不是有一些劲爆的可以讲给大家听听呢？你们的经历这么的丰富，所以今天不是工业诊疗室，是工厂鬼故事。哇，押韵哇，厉害！哦，越来越厉害了。现在都会塞这种梗了，是不是要来分享一下？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来讲一些比如说在我们做软体系统导入的过程，或者是辅导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鬼故事。奇怪的事情，我们讲奇怪的事情哦，不然太敏感了。我来讲一讲，就是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情。有个客户啊，其实我们系统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也不是说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系统已经运行3年了。他有一台做机联网的电脑啊，他把它塞在生产线的某个角落的架子里面，然后呢，这3年来，他从来没有去跟他做维护。比如说做一些 Windows 更新啊，或是该装防毒的装防毒啊，或是做一些防火墙的设定都没有。然后前2个月，他突然10万火急打给我，他就跟我讲说，我们的那个机联网的系统怎么突然间不能用了？啊，我的报工系统的看板呢，也都没有资讯可以呈现，网站呢都连不进去，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后来我去他的现场看，我说电脑都有开啊。那怎么不能用？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见鬼了，是不是出事了？哎呀，真的见鬼了。然后本来我系统一打开，我想要去看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程式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说啊，这个已经过了3年了，还要改程式，好像有点麻烦。就一打开发现，上面的编码我怎么都看不懂，那个档案名称完全不一样，对吧？然后点开都跳出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里面写全英文的。然后细细看才发现，他怎么连电脑桌布都改变了？他就是写说，你的资料呢，目前呢已经被勒索了。如果你需要就是赎回你的资料的话，你就支付多少钱？传说中的勒索啊！对，中了勒索病毒。对啊，我们以为勒索病毒可能主要是攻击比较大型啊、有规模的公司，但没有想到连那种就是只有10个人的公司，他们也都会攻击。而且你说，他们公司没有另外请委外的咨询公司去维护电脑吗？其实也有，但是就单独那一台没有去维护到，连在播那个看板资讯的看板电脑啊，他们都有在维护，就很奇怪，就那一台做机联网的那一台被埋在架子里面，那就没有人去维护它。对，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就是最近遇到一个小小的鬼故事。既然讲鬼故事，你们都看过机器会放乖乖，对不对？为什么要放乖乖？这个我有切身的经验哦。虽然它不是发生在7月，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企业做辅导的时候，然后那一年的那个盘点，年终期末的盘点，所以想象就是它就是在一个很神奇的日子，就是在12月31号，因为隔天是元旦，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年的结束嘛。大家都在跨年的时候，我在工厂里面做那个盘点的前置动作，印那个盘点卡。时间来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还没半夜，所以不要紧张。我按了，忽然之间不能印，然后整个 server 都坏掉了，不是印表机坏掉，是整个 server 就是ERP那台 server 都没丁没单。然后那天我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个厂商请求支援嘛。但打了很多个，人家都去跨年，最后找到了一个宅男，他没有去跨年你吗？是你吗？通过很多关系，终于找到他，因为他既不去跨年，他也不接电话，你知道吗？他不想人家打扰他，给他打市话。对，他是后来是打市话找到他的。
然后他就帮我连线到我的电脑，然后再教我怎么去设定。终于在搞到已经真的跨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在半夜2、3点处理好的，然后就赶紧印那个表电机。你知道这个工程师他一开始电话在接，难道你的主机没有放乖乖吗？我那时候还不懂这个为什么放乖乖，就是你看，我们后面的灯突然亮起来，讲到乖乖就亮起来，刚刚还暗掉。然后从此我就会在电脑放乖乖了。所有的电脑，所有重要的设备，我都给它放乖乖。其实我也是到了今年，我才开始在我们的主机这边放一些乖乖。上个礼拜去拜拜的时候，就想说，不然买个几包回来放好了。以前没有想那么多了，想说，有问题我们就处理啊。我们这种技术人不是技术仔，是技术人，我们就会觉得有问题，我们就把它处理到好。没错，没错。所以我上礼拜想说，不行。就是现在可能技术已经到一个瓶颈，有时候呢，求神拜佛、运气什么的，这各种种种因素、这些参数我们都要考虑进来。像我今天早上遇到的，在帮一个客人更新程式，我要删除一笔资料，明明我选的是第一笔资料，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我做删除的时候，他删到了第二笔资料，然后我就想说，是啊，人家现在正在生产中，我去删到人家在生产资料，那怎么办？然后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那个资料给把它救回来。结果我的那个页面啊，切换来切换去，后来发现，原本被我误删那一笔，它并没有被误删，但是呢，我要删那一笔，成功删掉，但是我啥都没做。又按了，灯又闪了。今天这里太可怕。对啊，我今天早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奇怪，我明明就按对啊，为什么会删错笔？然后是远端连线啊，就是有些网络延迟啊，但是汗都流出来了，那个开冷气都没有用。到这，那我又想讲了，真是今天来比拼一下谁的鬼故事多吗？比拼一下。这个是发生在大陆，我们去大陆一个暗场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到客户去那边装机，我们都会先在会议室这边把所有的系统、软体、硬体全部都 set 起来。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程式都走一遍、测一遍。然后那天上午整个都测好了，讲说好，那就吃个饭，下午再把这些东西移到生产线去装机嘛。然后到了下午去装机的时候，什么都动不了，太可怕了。最后查出来是，比如说我们有个资料在传输的时候啊，我们 Office 测的时候，我们的程式写的是 ABC 逗点，然后123逗点，我们是用逗点。东西长得都一模一样哦，设备也都没有变哦，所有的比如说棒秤、三色灯什么那些软体都移到楼下去，就是那个棒秤，就是那个三色灯，就是那个电脑，同样都是那台电脑装上去，怎么都跑不出来。后面去看，它跑出来的那个字串变成 ABC 分号，123分号，从逗点分号，都不知道为什么。好恐怖哦！什么都没做哦，就是从会议室移到了生产线，所有的设备还没有换成他们家的设备，还是我们工程师的电脑，就这样子，太神奇了。我们的技术长就问了那个写这个程式的阿弟，说你中午是不是吃牛肉的？中午那一餐里面有份牛肉。哈，牛肉跟这有什么关系？如果要这样讲，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牛肉面？那我跟你讲。本人还是秉持着我没有在怕这种事情，有问题我们就解决嘛。那等一下乖乖拿掉，不要放乖乖了。先开1包来吃压压惊。我有买3包，可以吃1包。我突然想到，虽然我昨天晚上吃牛肉面，但是在我吃牛肉面之前，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个客户他就跟我来说，为什么我们最近新增了一个机台，这个机台代号它怎么样在我们的软体里面都刷不出来，就它都会有错误讯息跑出来，而且每次的错误讯息都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上礼拜去帮他新增了一批机台代号，大概14台左右，怎么会只有那台不行？每一个代号我都测试过，后来我连线远端进去，我在远端的主机上面做测试，都正常了。我就跟他讲说，还是你 ERP 里面的机台代号把它删掉，重新建立好了，去弄弄看。然后后来他也是搞了很久，后来就跟我说，好像可以了。但是如果连续再刷个几次，又偶尔会不行。我自己想想也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应该不干牛肉面的锅了吧？对不对？还没吃就有一些怪怪的问题，对吧？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偶尔的网络不良。我以前也这样，有在之前公司，然后可能我们同事都会有电脑问题，就找资讯部的人来，然后资讯部的人来刚好就没问题了，他走了之后又有问题了，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说，我以前也当过那个资讯室的主管。
你刚刚讲这个问题真的很常发生，就是 user 跟我们讲说他怎样怎样的，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他就没事，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给你一张我的照片可以吗？对啊，就需要资讯部的人来作证这样。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到客户端那边，然后就发现说，他跟我讲了2-3个问题，但是我去到那边之后，我什么也没做，我就只是在电脑前面去做一下他跟我讲的一些操作的过程，然后就发现，怎么瞬间就没事了，我也不知道我可能去干嘛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偶尔真的很偶尔，极少数的时候了，会在你回程的时候，他要跟你讲说，又出现了，你可不可以留在我们公司过夜？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给他一个照片放在机器旁边的正宅卖照片。真的有看过有人是，不过他不是贴那个资讯人员的照片，他是在一个 CNC 车床的后面的电控箱外面的机盖那边贴一个美女的照片，可能是想要帮他散热吧。因为那间公司里面，他有做所以这样比较恒温的控制，比较清凉。对，他就贴一个清凉的美眉比基尼的照片在那边，帮助心灵散热。对啊，所以你看乖乖怎么来的？都是竹客那些人开始弄的。然后呢，他们如果你还看过网络一些照片，连那个靠得住有没有？靠得住都来了，对不对？所以既然流量不稳定，就给他靠得住，再大的流量都不怕。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对哦，网络设备的就知道要靠得住。那所以牛肉面到底有什么关系？牛肉面啊，有人就是说，工程师不要吃牛，就是比较容易出包。我们那个技术长是跟我的 R&D 团队讲说，他说他自己有一个那个习惯，如果明天要出去装机，他前一天就不吃牛。他希望事情都顺利，但是他平常吃啊，都是我们一些那个 IT 界的一些神话。很好笑的事情。对，其实这边前面讲的是一些比较虚幻。比较我们很难捉摸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人为因素了，比如说像我们在客户的一些工厂在做一些系统导入的时候也很常遇过一些人为的一些算是所谓的花式出包，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想过，他原来我们的系统可以让他们这样子去做一些额外的操作，让他们有点像偷吃步嘛，那结果偷吃步不成就变成离异事件，我们以为的离异事件，就是他们没有按照 SOP 做事情，然后呢更改资料，最后跟我们回报说有异常的时候，当我们从资料库去看，是怎么看都不知道这个资料到底是怎么被他们生出来的。原来就是前面的随便乱作业，或者是他可能做错的事情之后，又跟他们家的资讯的人员讲说我哪笔资料错了，然后资讯人其实是基于好心，就去帮他改了资料库，结果不改不错，越改越错，所以当我们去检查的发现，这是瞎，或者是有一些警示的装置。或者是集合的装置，比如说像一些蜂鸣器三色灯通常我们会加蜂鸣器，或者是物料的话，重量我们会透过磅秤去做集合，但因为常常会可能超出警示的范围之内，所以呢，通常现场那边就会有一些此起彼落的蜂鸣声，像有些客户他们的现场的作业人员就会去把蜂鸣器拔掉，或者是去把那个磅秤的线拉掉，这个很长，对吧？然后业主就会讲说，奇怪，为什么这阵子都没有收集到讯息？但是明明就是他都看监视器，这就是为什么讲说我们其实有些事情我们有一个距离去看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就会以为是怪力乱神。可是你仔细深究它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其实都是一些人为事故了。因为如果我们只看监视器，监视器没有声音，你怎么会知道说，当它红灯在闪的时候，蜂鸣器有没有亮？那个磅秤上面的数字这么小，它东西放上去了，再过磅了，可是它磅秤没有开。数字没有在传输，你也不知道，对，所以远远看监视器的动作，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有在运作，但是为什么没有资料？原因是来自于，其实我们透过了一个荧幕去看，发现现场其实没有那么的确实，它只有做出表面功夫。觉得今天这一集讲完有点起鸡皮疙瘩，冷冷的。等一下可能要去补一下，吃点好吃的东西。你是血糖太低了啦！哇，今天听这么多，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除了乖乖，还有什么卫生棉这些东西。今天谢谢工厂医生、工厂陈师说，还有易瑞科技。那我们会不定期更新，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哟。听起来还想听鬼故事吗？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内容还不错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拜拜。我们在录，怎么会这样？他只录了9分钟，今天真的是不行，可能是满了，之前没有删呢。